1931年9月18号晚间10点20分，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的北边发生一场爆炸，在柳条湖村一带的铁路遭炸毁。这段铁路是南满洲铁路的一部分，是由日本帝国的半国营企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经营。爆炸一发生，南满铁道会社的维修员工立刻赶往案发现场，准备展开调查。据南满铁道会社掌握的情报，这起爆炸事故应该没有造成火车与人员的伤亡，因为当时最近的一班车是从长春开往沈阳的列车，已在晚间10点40分完好的抵达沈阳。然而，当南满铁道的员工抵达事发现场时，现场满满都是日本关东军的军人。这些军人不让任何人，包含南满铁道会社的工程师接近。关东军对外宣称铁道被炸毁了，现场有3具中国东北军军人的尸体。关东军声称这是一起由中国军队主导的进攻行为。关东军又说了，这是以侵犯了大日本帝国的主权，形同宣战。日本有理由向中国军队展开反击。事实上，整起爆炸事件包含3具尸体，都是日本关东军自导自演。根据事后的检查报告，被破坏的铁道其实只有 1.5 公尺长，而那3具东北军人的尸体也是被日军放在那。目标很简单，合理化关东军接下来的一连串吞并满洲，或者说中国东三省的军事行动。其实，当爆炸一发生后，消息很快就传递给了关东军。这个消息传递的速度堪比光速，关东军立刻展开了所谓的反击。一支关东军中队向驻防沈阳的东北军大营发起了进攻，同时位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也迅速派遣部队进攻沈阳。张学良的东北军被打得措手不及，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或是沈阳事件。不到6个月，整个中国东三省16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关东军全面占领，并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也就是满洲国。元首为清帝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皆被纳入大日本帝国的保护之下。之后，日本军部在大陆上更为稳固，以满洲为根据地，开始向南侵蚀中国领土，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31年的918事变确实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可以视为起点。历史卫视接下来将推出新的动画纪录片系列《918事变》。预计分作3集，透过视觉化数据向观众呈现整起事件的始末。最终，我们将回答一个问题：918事变一定会爆发吗？在第1集当中，我们先梳理这起事变的4位主要参与者。1号参与者日本。众所皆知的是，日本方面主导这起事变的是日本关东军。问题1：何谓关东军？关东指的是中国辽东半岛南部的关东州，位于今天辽宁省的大年市。关东军成立于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当时日本利用人海战术打赢了俄罗斯帝国，取得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租界以及俄罗斯所建的中东铁路的一部分经营权，即长春到旅顺一段的铁路。这段铁路被日方称为南满洲铁路，并成立相应的铁路守备队，由日本帝国陆军的一个师团负责。最初，整个关东的都督府是由日本军部所把持，如同日本其他殖民地一样，长官由日本军方出任，同时控制军事与民政大权。然而，1919年，日本本岛开始所谓的大正民主浪潮，民族主义者要求军政分离。在这个脉络下，关东军与负责民政的关东厅被区分开来，关东厅由日本文官掌握。军事方面则改组为关东军司令部。自1910年开始，日本出现的民主浪潮以及经济繁荣，使得日本在方方面面都受到巨大的改变。新兴的资本家开始挑战原本独大的藩阀政治。关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藩阀政治，这里我就不多谈了。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会特别做一个系列讲讲日本近代史。回到本题，在这段期间，欧美的强势文化随着资本主义浪潮进入日本，动摇了传统的宗教文化和阶级秩序。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大正天皇主政时期开始寻求更多政治上面的权利，但讽刺的是，日本的民主浪潮反而使得传统以武士道为精神文化基底的军部变得更加保守。其中最保守的被称为 Kodoha， 也就是黄道派。他们希望复兴一个不受西方势力影响的日本，由天皇亲自领导，军人为辅，摆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挂钩的文官内阁。黄道派军人在受不了日本本岛新兴的商业文化和不受政府约束的资本家之后，开始大量聚集到海外的殖民地。关东军司令部就是这类激进派最重要的集散地。然而，关
关东军其实就是一个师的规模，充其量也就几千人，但最终它成为迫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关键存在。历史档案已经表明，从1928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的918事变，乃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关东军都是先斩后奏，事后才让文官内阁与天皇追认。所以，所谓的关东军可以视作一批不受日本政府体制约束，而且思想上非常激进的军事团体，上有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又控制了中国大陆上的军队。问题2：为什么关东军非夺取中国东北3省不可？这是理解整个日本侵华战争的关键问题，不是一句日本人就是爱侵略能回答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不同层面的因素，例如欧美殖民主义以及整个20世纪初期复杂的国际政治与角力。这点我会在稍后谈论欧美列强时详加讨论。就日本本身而言，从世纪初的民主浪潮转变为可怖的军国主义国家，这个转变也是关键，可以从很多不同角度去谈。但得花费额外多的内容才能说清楚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近代日本史的发展与困境。如果大家对此有兴趣，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这一集我只谈一个面向，那就是满蒙生命线理论。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理论，简单来说是满洲和蒙古与日本主权直接相关。若这两区块被他方势力占有，都会直接危及日本帝国的生命。满蒙生命线理论最早在1890年的山县有朋担任总理大臣任内，并已提出雏形。山县有朋认为，保护日本主权的最好办法是透过武力控制与日本利益相关的区域，包含朝鲜、满洲以及蒙古。山县有朋的战略理论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期得到更激进的发展，利益线成了生命线。其他国家对这些地区任何形式的影响都会被视为直接威胁日本主权。到这里，细心的观众应该可以察觉到日本人当时的焦虑，甚至有些歇斯底里了。这些焦虑又是从哪里来呢？经济危机是一个层面。早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以前，日本的经济就开始出现剧烈的下滑，史称昭和经济危机。自1927年开始，大量日本银行出现呆账，进而倒闭。日本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在中国方面也出现了让日本相当焦虑的政府，也就是本事件的第2号参与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第2号主要参与者，国民政府。问题3：为什么日本帝国会忌惮国民政府？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国民政府与之前的中华民国政府有何不同。我们今天所称的国民政府的前身，是1923年在苏俄共产党的支持下，孙文在广州成立的独立武装政府，当时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在很晚才意识到，如果不掌握一支绝对服从的党和军队，没办法在当时的中国混下去。所以在1919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引进列宁式政党的运作模式，并在1924年的苏俄大力的金援下建立黄埔军校，开始培养完全服从于他的军队。这个看似叛乱的军阀的国中国，最终成了国民政府的基底。1928年，蒋介石率领的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取代北洋政府。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么混乱的中国有统一跟没统一无异，但要注意，1928年的国民政府是袁世凯去世以后第一个有巨大号召力的政治团体。国民政府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方面，虽然自1928年北伐完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南京的国民政府持续受到各方势力的挑战，像是中国共产党，还有国民党右派和汪精卫，更不用说其他不同势力的军阀了。然而，1928年底，东北军的领导人张学良公开宣誓服从南京政权领导后，给予日本军部莫大的焦虑。还记得我们先前讨论的满蒙生命线理论吗？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在政治上面开始能够威胁日本帝国的生命线了。第二，经济方面，国民政府不同于之前的北洋政权，它与上海资本家与所谓的江浙财阀有紧密的联系。这里就不详细讲上海和江浙财阀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了。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够多人感兴趣的话，我可以专门做一集来谈这鲜为人知却又非常有影响力的财阀集团。总而言之，在日本人看来，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面也是相当有威胁性。不同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能动用的银弹多到能够用于发展工业。所谓南京10年，台湾教科书称黄金10年，使得当时的中国是以平均每年 6.7% 的工业成长率在增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建设，也就是铁路。东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之后，便成立了一个新的运输委员会，计划建立与关内统一的铁路和电讯系统。
国民政府派遣了专家到东北协助建造不受日本人控制的铁路和港口。此外，国民政府还计划修建葫芦岛港，作为抗衡日本人控制的大连和旅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也就牵涉到我们要谈的第3个层次，这些银弹可以用于军事发展，而这也是让日本军部最为担忧的。当时，蒋介石政府最亲密的合作国是德国。1926年，德国的军事顾问便受邀到广州，之后大批的德国军事顾问进入到蒋介石政府内，协助建立德式部队。要知道，德国的陆军在20世纪初是在全世界坐2望1。30年代的德国出现一大批军事天才，更是让德国陆军成为世界第一。最清楚德国底细的，理当就是日本陆军。他们很早开始聘用德国的军事顾问，所以当蒋介石的军队也开始聘用德国人时，日本就开始警觉了。事后也证明，日本的焦虑不是没由来。蒋介石的确一直在进行军事现代化的改革。至1937年的淞沪会战为止，国军已有4个步兵师接受了德军装备、编制与训练，虽然品质和数量不如预期，但考虑到当时内外各种压力以及官僚的贪腐问题，这个成果对日本军部来说还是相当有压力的。一个军事上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对日本军部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即使越来越多东京文官也开始激进化，逐渐同意所谓的满蒙生命线理论，但他们还是不认为国民政府真的有那么大的威胁。但军事触角早已延伸到大陆的日本帝国陆军却不这么想，他们希望快速透过一场军事上面的交锋，破坏看起来越来越团结的中国。然而，真实的问题是，那些在中国也占有庞大利益的欧美列强，尤其是俄罗斯，能让日本这么简单的占领满洲而毫不干涉吗？这里我们将目光转移到第3号参与者——欧美列强。184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俄罗斯等西方列强在华逐渐累积起了巨大利益，尤其中国东三省到辽东半岛这一带区域，从19世纪末以来，这3国与日本都涉足其中。20世纪初时，俄罗斯是这里最大的利益持有者。虽然1905年的日俄战争导致南满洲一带的租界和铁路权转给了日本，但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吉林省，俄罗斯仍然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俄罗斯控制着横贯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事实上，张学良的东北军曾经在1929年尝试透过武力收回这个中东铁路，史称中东路事件，但下场十分凄惨。苏俄的远东特别集团军以绝对优势的火力碾压东北军。虽然日俄战争中日方是胜方，但日本实际上是惨胜。况且1919年革命成功后的苏俄很快就开始发展机械化装甲部队了，但日本的陆军机械化程度一直都不高。如果1931年918事变时苏俄真的介入了，日本对满洲的侵略计划可能就没戏唱了。再来，我们来看看英美这2个国家在东北亚皆没有实际地盘的利益。但他们是1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秩序的主导者。1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之上，而这个体系也可以被笼统称为国际主义。什么是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什么又是国际主义呢？所谓的凡尔赛华盛顿条约体系指的是1919年1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根据该条约，国际联盟成立，并由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4强担任常任理事国。由于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从未加入国联。但其实，美国仍然涉入国联事务甚深，只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参加。事实上，1922年由世界主要5大海军国，也就是英、美、日、法、意等5国，在华盛顿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就是由美国主导的。根据华盛顿会议，各国必须限制主力舰与航空母舰的总吨位数限制。1战后的世界秩序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上。而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各国以此2条约为交流的基础。如果出现国际争端，各国同意不能像1次世界大战那样使用武力解决，而是应该透过这些条约与国际联盟组织，以多边的外交渠道去消弭争执。在此体系当中，英美是世界超级强权，这2个国家拥有世界一流的工业、科技与军事能力，还有领土。虽然日本不是第一流国家，但是也在国际上是位居第2等的强权。因此，当我们再次回到1931年的918事变前夕，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这是一个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对一个普通会员国的侵略行动。虽然英、美、法等欧美列强可能不会完全同意日本的行动，但是为了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运作，势必得照顾日本帝国的利益。如此一来，中国的利益便会被抛弃。然而，
吞并中国东北，日本势必得发动军事行动。但如同之前已提到的，在旅顺的关东军规模只有几千人，就算加上常驻在天津的3000支那驻屯军，加起来也顶多1万。反观东北军，拥有30万大军，即使装备不如日军，但30万东北军如果认真防守起来，仍然能够对日本关东军造成莫大的伤害。更何况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从未真的涉入这起事变，所以只有几千人出头的关东军，到底又是如何在半年内夺取了162万平方公里的满洲呢？这就牵涉到我们的第4号参与者——东北军。问题是，东北军是什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是废话。东北军就是驻扎在中国东三省的军队，先是听令于张作霖，后听令于张学良。没错，概率上来说是这样的。但听令也分2种，一种是真的听令，第二种是名义上的听令，但实做实不做。918事变以前的一部分东北军就是属于第2种听令。山海关内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山海关外的东北实际上也是军阀割据的状态。虽然张作霖、张学良家族是大东北地区最大的军阀，但不能完全控制东北的部队，就如同大家名义上听从国民政府，但一言不合就可以搞兵变、搞独立政府一样。张作霖在1928年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以后，张学良继承了东三省的军权，但并非东北所有的军官都听令于他。在东北军内部就有非常复杂的派系政治，例如有士官派，也就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将领，与保定派，也就是毕业于河北保定陆军官校的将领。此外，在张作霖统一东北时，他实际上也只能控制辽宁与黑龙江2省的军政，吉林省的军政是他无法过问的，更不用说他的儿子张学良了。再者，东北军内部也吸收了许多晚清民初兴起的土匪军团，这些人也不是张学良叫得动的。然而，在另外一方面，东北军也是除了蒋介石的国军以外，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了。1931年时，全中国能用于作战的战斗机仅有300架，而东北航空军就占了1半。事实上，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非常重视东北军的武器现代化，尤其空军最为重视。张学良就是第1任东北军空军司令，在他任内培养了非常多的中国飞行人才，并在东北建设各类飞航用的硬体设备。所以，什么是东北军呢？东北军是一个装备、素质参差不齐的军事集团，在这个集团当中，以沈阳为根据地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是当中最强大的势力，但也有许多地方是他们难以直接控制的，而这些难以控制的部队与地区，在军事装备和军人素质方面，可能就非常低落了。问题5：与日本对立会对张学良的东北军产生什么影响？答案很简单，直接导致东北的敌人从中国国内的军阀变成大日本帝国。虽然张作霖是被日本设局炸死的，但其实张作霖是相当亲日的。东北军嫡系的海陆空三军的现代化，基本上是靠日本顾问、日本技术、日本枪炮以及日本金援。因为当时张作霖的竞争对象是山海关内的其他中国军事政权，他愿意与日本合作。然而，1928年以后，情况完全反转，敌人变成日本。国民政府成了东北军的靠山，但问题是，关内的政治情势允许南京政府大力支持东北抗日吗？这就牵涉到1931年918事变前关内的政治情势了。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便是1930年5月所爆发的中原大战。下一期我们将追溯回中原大战，一路讲到918事变的始末。究竟为何日本关东军能以几千人规模的部队，从几十万东北军手中夺走偌大的东北3省呢？此外，为什么欧美列强，尤其苏联，会允许日本单方面占据东北呢？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又在这起事件中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呢？下一期影片中，我们将一一解答。创作不易，每一支影片都耗费无数的时间做研究和制作动画。如果看到这里的你还算欣赏本频道的动画纪录片，请考虑透过 YouTube 或 PayPal 打赏赞助，详细资讯在描述栏。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建议，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的每一份支持都会成为本频道持续成长的动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全面侵入东三省，短短几个月内，关东军便全面占领了偌大的满洲土地。到底日军是怎么做到？这期视频我们将透过地图与原中华民国机密文件，深入剖析918事变的爆发，尤其是张学良的态度。究竟为什么东北军会执行不抵抗主义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918事件爆发时，张学良与东北军的主力没在满洲，反而留在华北呢？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张学良没事要率领东北大军入关，进驻华北。首先，需要先了解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这场战役的经过十分复杂，涉及多方势力的角逐，但真正的重点在于，在此以前，1928年底的中国统一，并非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征服，更不是各方军阀在理念层次上达到一定程度的一致，反而是国民党内不同势力妥协的产物。北伐军内部的几个大山头，蒋介石只是其一，还有另外三大山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遑论全国各地还有众多小的地方军阀，势力遭铲除的主要是国民党外的北洋军阀。但北洋军阀约莫在1927年以后就被国民党军击败，但北洋系仍然有一个重要军阀，仍然势强力大，那就是东北奉系的张作霖。接着便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于皇姑屯之后，于1928年12月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降下，升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将归顺于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北伐的结束，与其说是国家完成统一，不如说是代表晚清以来北洋系正式退出，而代表南方势力的国民党系站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这才是北伐真正的历史意义。然而，当外部矛盾点不在，便需要国民党内决定何方势力是老大了。当时虽然蒋介石名义上贵为国民政府主席、中国最高领导人，但其实蒋对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等的军队只有非常小的影响力，更遑论对这些地区的收税了。在此脉络下，国民党统一南北以后，南京政府立刻召开国军编遣委员会讨论裁军。虽然你知我知，军阀们也都知，中央政府裁军有其政治目的。但这是硬需求，因为在1929年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高达200多万之众。虽然南京很难介入地方军队事务，但地方还是会跟中央要军饷。而当时的军费又是多少呢？军队的总开销是全国收入的2倍之多。这种情况下，中央是入不敷出，地方也是入不敷出，因此裁军是势在必行。但问题是要裁谁的军，这就是政治问题了。蒋介石编遣政策的主轴是军队中央化，因而中央军必须拥有最大数量的军人。第二多的是山西王阎锡山，而冯玉祥的西北军与李宗仁的桂系军遭裁撤的人数最多。此举引起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强烈不满，在中原大战爆发以前，便与蒋的中央军爆发多次军事冲突。同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也不同意蒋的大权独揽，所以将冯李两人拉为盟友，组成反蒋联盟。一直以来，被蒋介石备受优待的阎锡山也不愿意只当老二了，最终也加入了反蒋联盟。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双方在河南、湖南等地爆发大规模冲突，很多无辜百姓、军人死于这场战役。这期视频就不详细讨论大战的经过。9月，蒋介石的中央军取得大部分的胜利，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少帅张学良就在此时表态，宣布东北军将支持南京政府。这是为什么张学良会率东北军入关的缘由。随着东北军南下，与蒋军方面南北夹攻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以后，实际上大战已在1930年10月告一段落。那为什么张学良的主力仍然继续留在关内呢？这就牵涉到中原大战后复杂的政治情势了。当时蒋介石主要控制的区域是长江下游一带，当中原大战打得最凶的时候，盘踞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袭击湖南。1930年7月，红军第2军进犯武汉周遭，截断了平汉铁路，也就是北京至汉口铁路。同时，红军第3军攻占湖南的岳阳，接着往南进军湖南省会长沙。彭德怀的部队短暂占领过长沙。要知道，当时中央军与晋军打得最激烈之时，红军在后方一搞，蒋的中央军腹背大开。对蒋介石而言，当时局势已经相当危险。共产党打下岳阳和长沙，意味着湖北的武汉就岌岌可危。事实上，武汉不仅仅是长江水运的核心节点，也是整个中国铁路的枢纽。没了武汉，蒋介石军
军队的补给线将会大受影响。但由于当时的共军仍然不成熟，所以蒋军仍然拿回长沙，但共产党在此地的扩张与存在对蒋而言已是难以忍受。因而，1930年10月，当确定击败反蒋联盟后，蒋立刻将大军调到江西，开启剿共战争的序幕。这意味着北方偌大的地盘，南京中央军无暇接管。因此，蒋介石委派张学良的东北军留守华北，并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一职位在全中国范围内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位置。张学良当时才几岁，30岁而已。试想一下，如果你30岁时突然成了天下第2人，会不会留恋？张学良留恋，将东北军精锐部队留在华北，他本人也留在华北。这个情势给予日本关东军一个最好的机会，侵占整个东三省。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关东军究竟与日本内阁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军部，也知道关东军隶属于政府，所以应该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才对。但其实不然，明治维新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皆受到军部巨大的影响，军人对日本国内乃至海外殖民地都有莫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情况自1910年代末的大正天皇时代发生了变化。当时，日本启动一系列民主改革，核心焦点便是文官要和军人争政府的主导权。1918年的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立宪政友会取得执政权。内阁文官开始挑战军部的独断地位，尤其与中国方面的关系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代的日本政治出现了看似畸形的双轨外交。什么意思？一边是文官内阁主导的外务省，主张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下对中国采行门户开放、不干涉主义的路线。但另外一边的军部对中国则采行与内阁截然相反的路线，他们主张若涉及日本帝国在华的利益，不可以被西方列强主导的华盛顿条约体系限制，日本应当掌握主动权，可以使用军事力量介入中国内政。但由于在20年代的日本，文官主政的呼声相当之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务省的影响力超越了军部。但我们千万不要有日本文官就是为了民主自由的错觉。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会真的希望让广大无知的群众来主导政治，除非有别的政治意图。对日本文官而言，他们要夺权，不可能透过军事力量来完成，议会政治是他们唯一的选项。这些被某些人歌颂的日本文官，从来没有说要放弃日本在华的殖民利益，只是不支持以武力介入中国，而是希望透过他们主导的经济和外交系统来干涉、巩固乃至扩大日本在华的殖民特权，是两边的绝对共识。双方不同之处仅在于手段而已。然而，日本文官内阁却在20年代末栽了2个大跟头，又把权力奉还给军人。其一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冲垮了日本经济，极右的军国主义势力在20年代末抬头；二是在1929年时，中国出现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在名义上完成全国统一，使得经济实力已经大幅衰弱的日本很难继续用银弹外交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少壮派军人、中产阶级不信任文官内阁，甚至开始质疑英美主导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日本少壮派军人开始秘密结社，目标是把与资本主义欧美势力结盟的腐败文官给踢下台去，夺回政权。因此，20年代末所开启的激进化的日本军国主义语言诞生。然而，即使在1930、31年那个时间点，军国主义已出现苗头，但势力仍不是很强。当时真正推动918事变的力量，并非驻于本岛的军部，而是位处日本帝国边疆最前线的关东军。30年代初的关东军与后来2次大战期间的关东军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那个时间点，关东军仅有1个师团的兵力，约莫3万人，驻守在旅顺和大连，负责南满铁路的安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这样一个师团，最终引发了整个918事变，其中的主导者是关东军内部的少佐旁军王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两人皆是关东都督府的参谋，都是40岁出头的少壮军官。更重要的是，石原和板垣与日本本岛差不多年龄军官组成的秘密结社伊萨基凯一系会有密切关系。一系会最核心的成员包含日本耳熟能详的冈村宁次，他后来官至日本陆军大将，战后又任蒋介石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的总召集人。另外一位可能更知名的人物，便是后来的陆军大将，曾出任战时的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这些一系会的秘密会员，在当时都是40岁左右，还只是中层军官。他们也都希望透过一次事件，把军部内对中国软弱的资深军官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1931年的918事变，成了这批少壮派军人绝佳的表演舞台。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边的柳条湖车站一带的铁路，在关东军的自导自演之下被炸毁。驻扎在南满铁路的日本独立守备第2大队立刻偷袭东北军驻扎在沈阳北边的北大营。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中华民国陆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为中将旅长。然而事件爆发时，王以哲不在北大营，而是在家里。换言之，东北军群龙无首。王以哲的缺席，从我们事后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合理。怎么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指挥官不在军中？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但对于当下的历史行动者而言，东北军乃至南京政府皆没有预料到关东军会如此无视日本文官政府，单方面发动战争，所以东北军对即将爆发的冲突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实际的情况是，关东军在此前便策动了多起挑衅事件，不断在军事上挑衅东北军。张学良深知南京方面无力支援，因而下令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冲突的发生。所以柳条湖事件的爆发后，北大营的东北军选择向后撤是有原因的。整个北大营的部队撤离，唯有620团团长王铁汉没有撤退。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队往城市就占领这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这莫名其妙，那是大错。团长王铁汉日后回忆说，到了19日早晨1时40分，日军200余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司令长官公署荣厅长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犯我们国土，攻击我们兵营，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攻中，我们官兵不能抱着枪等死。荣厅长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称，在敌人攻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能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称，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你立刻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我再有所陈述，电话已中断。正准备撤退时，敌人400多已向本团第2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敌人死伤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王铁汉提到的荣厅长，便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是他奉张学良之命，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这个不抵抗主义是整个918事变的 X 因子，后来的一连串事件皆导火于此。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陆军第7旅退出沈阳城，同时驻守在旅顺的关东军第2师乘坐铁路很快抵达了沈阳，并派了一部分部队向北攻占长春独立守备队的2个营进攻营口、凤城、丹东。不到1天的时间内，日军便占领了上述等等18座南满洲的重要城池。为什么呢？除了不抵抗政策以外，铁路是另外一项重要因素。可以注意到，日军的第一波行动里占领的全是沿着铁路的城池，铁路加快了生活的步伐、经济的交流，但更重要的是，铁路使得调动军队更加有效率。2天后，9月2日、3日，吉林省境内的关键据点全数遭关东军占领。那个时候的总理大臣是若龟李次郎，此人在不久前的4月才接任这个位置。他的前任是滨口雄庆，就是被极右社团分子刺杀后重伤离职的。所以若龟对关东军右翼势力的态度可想而知。若龟得知东北军未作反抗后，生怕引起欧美介入，东京文官政府反复命令关东军不得进一步扩大事态，但关东军高层不理会内阁的指示，继续扩大事态。然而这时关东军已达到兵力的极限，在没有日本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支持的情况下，关东军没有补充兵员，没办法单靠关东军实行全面占领。在1931年9月底时，关东军已经控制住了奉天省，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重要城市和吉林全省，但北边的黑龙江乃至辽宁西部一带仍有东北军驻守。对关东军而言，这2个地带都比较棘手，因为第一，从战略的角度而言，辽西至关重要，因为那里有锦州和山海关。如果你看过我的郑成功系列的话，就会知道锦州的战略价值多么巨大。满洲人入侵大明时，号称天下无双的满清军队就困在锦州长达3年之久，因为锦州是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关口，战略价值极高。
如果关东军接下来想要进一步逐鹿中原的话，势必得掌握此地。第二就是黑龙江省，从进攻的角度而言，锦州极其重要，但从控制防守的角度而言，黑龙江对东三省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黑龙江紧连苏俄，而且黑龙江还有俄罗斯的中东铁路，如果不搞定黑龙江，东北军势必以此为基地引入苏联势力，直接威胁南满。因此，对关东军而言，必须赶在苏联介入以前，达成对北满洲的实质控制，让生米煮成熟饭，往后才有足够的筹码与俄罗斯谈判。然而，如果前面所说，日本已经没有足够的军队了，怎么办呢？在此，另一项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分裂的时代，谁都不服谁。日军能透过这个分裂局势，轻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同盟。实际上，这时张学良已经率领东北军回到辽西，驻扎在锦州。10月起，关东军派出轰炸机轮番轰炸锦州。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关东军派遣降日的张海鹏部乘坐铁路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0月21日，原东北边防军第3旅旅长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并在齐齐哈尔就职时宣言：凡侵入我境者，誓决一死战。调动手下16000人部队，驻扎于江桥到昂昂溪一带，防守省会齐齐哈尔。11月4日，张海鹏部与一支4000余人的日本部队乘火车抵达江桥，搭配轰炸机、坦克与重炮，大举向江桥的黑龙江守军发起进攻。张海鹏部担任先锋，但黑龙江守军猛烈回击，战斗直到晚上8点才结束。张海鹏久攻不下，只好撤退。东北军伤亡300余人，张海鹏部伤亡1000余人。隔日，关东军也加入战场，以优势火力强渡嫩江。中国守军往大兴撤退，日军继续逼近。马占山亲自到了前线，派2路骑兵旅从侧翼包抄日军，双方再次击倒日落。关东军大败，退到嫩江的另一侧。中国夺回江桥防线。11月6日，数万名日本援军乘铁路抵达江桥，双方再次大战于江桥。双方互有胜负，缺乏援军的黑龙江守军最终无力防守，撤退到昂昂溪。江桥攻防战结束。黑龙江军伤亡1800多人，日军更是惨重。降日的张海鹏部伤亡2000余人，关东军的步兵、骑兵队几乎全灭。11月7日，日军开始对昂昂溪南边的汤池防线发起进攻。即使有空中优势，但马占山的部队力守汤池，再次击退日军。接下来几日，双方互有胜负，在汤池、昂昂溪僵持不下。11月14日，日军分2路进攻汤池，接着马占山又调动齐齐哈尔卫队团与骑兵团从侧翼包抄，日军溃败，再次撤退。久攻不下后，关东军出动宝贝的坦克部队进犯汤池，在坦克部队绝对的碾压之下，黑龙江守军伤亡惨重，放弃了汤池，大部队往昂昂溪集结。11月18日，日军再次集结，搭配坦克、飞机向昂昂溪发起总攻，双方大战一日，黑龙江守军死伤过半，损失惨重。马占山下令撤退，昂昂溪防线一崩，齐齐哈尔基本上守不住。于是，在隔日的19号，马占山率部全面撤出齐齐哈尔，退至克山、海伦一带。另外一方面，兵力不足的关东军急切想要拿下锦州，但日本本土不愿意派援军给关东军。但如果日本在华的其他地区受到威胁，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做出反应。因此，关东军在天津引起中日冲突，视为天津事变。军部以此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同意派军到中国。于是，本土的1个旅和驻朝鲜的部队空军被派去了中国，关东军有了足够的力量进攻锦州了。在东北情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南京又在做什么呢？918事变爆发以前，南京政府的主力部队几乎都在江西剿共。事件发生后，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共，返回南京。实际上，有点脑的人都能猜到，日本就是希望在统一局势尚未真正明朗前，用计扩大在华利益。根据学者研究，在1930与1931年间，国民政府实际上与日本签订诸多军事武器合约，表明了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像事后诸葛门以为的那样差。南京最大的失策在于，他们没料到关东军会无视东京的命令，擅自发动军事行动。这个误判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南京以为能透过国际联盟介入，用外交的手段解决满洲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顾维钧的回忆录，回忆国民政府内部是怎么讨论918事变的。波兰人拉希曼博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国联卫生局主任，被派来中国的任务是和中国政府讨论技术援助计划。
法，这项援助是他提议由国联给中国的。他和宋子文博士关系密切，宋是这项援助计划的负责人。有关国联的一切事情，宋子文经常和他商量。我猜想，那就是拉希曼被邀出席会议的原因。拉希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主席说明拉希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希曼另行起草训令。这份训令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博士翻译。我是委员会的几个出席人之一，我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拉希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蒋介石主席好像赞成他的建议，并且叫他起草发给施肇基博士的电报。这个提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我猜想拉希曼提出这个建议，为的是维护国联的威信，希望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把促使日本撤军的全部责任推给国联行政院。我和另外几个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知道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拉希曼博士事实上在为国联的事业辩护，依他所说，好像国联是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相信这一点，但是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无论怎么说，他的提议被采纳了。这里所称的委员会指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是9·18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举行的高层会议。当时顾维钧等人是希望在国联的框架下与日本展开谈判，然而蒋介石最终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反而拒绝与日本谈判，完全交由国联处理。顾维钧对蒋的决议非常吃惊，但我认为是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嫡系官员不认为日本会脱离国联的框架，因为他们双方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军事交流的。蒋介石或许判断与日本的太多谈判接触反而会使其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也是在这个脉络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仍然以剿灭共产党、达成真正的统一为目标，所以敦促张学良勿与日本扩大事态，因为南京政府没有余力支援。当时南京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中央军不可能完全放任共产党在江西。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压力最大的是才30多岁、初出茅庐的张学良。张学良一下成为决定东北存亡的人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其实张也没有太多选择，只能遵从南京政府的决议，呼吁东北军克制。12月15日，蒋介石与在广东闹独立的胡汉民、汪精卫妥协，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的职务。压力大到崩溃的张学良也宣布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位置。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都同意，锦州绝对不能丢，因为丢了等于华北平原的门户大开。事实上，张学良也同意这点，所以在一次的访谈中，张学良说：“日本人又到锦州了，那我要请示政府好了。那么怎么样？”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你擅自处理，就是给我这种话，都是这种话。”有人说蒋公打电报给我，我还拿一个皮包把电报每天带在身上。话说，瞎说，没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谁说的这个？所以我这个人说话，咱们得正经说话。我这个人从来不诿过于人啊。这是事实，所以我要声明的，这个最紧要的一点，这是事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我的责任啊。我这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判断错误。人家要说我不抵抗啊，那我一点也不服，就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判断错误？我这个判断就是我自个的判断。日本从来他也不敢这么样的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改？那么我也判断这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迷信什么9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那些玩意。那么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么站脚？那么这句话，现在我还自个承认我当时的这句判断。我对日本那个时候，我有我的日本顾问，我也跟他谈了，后来他也承认，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力，也是你日本之祸。那么我也承认了，我现在承认我判断对了。要不是9·18事变，日本不会覆灭到这样的程度。当然，这就讲到我们题外去了。那么日本当时也是统治不住了，日本政府啊掐不住他那少壮军人啊。那么不但是对9·18事变，那对他的老一辈都是这样，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打死，就这样的暴力相向。这个访谈发生在1990年以后，蒋介石已经去世10几年，蒋经国也已解除了台湾地区的戒严令，张学良说话已经没有太多顾忌。从这段描述看来，张学良不认为不抵抗政策完全来自蒋介石，而是他下的命令，他愿意负责任。这段话描述所透露的另外一项更重要的讯息是情报问题。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政府完全控制不了关东军，所以才有了不抵抗政策。这点上，张学良是如此，南京是如此，没有人意识到关东军的野心。
12月25日，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驻守朝鲜的20师，混成38旅到满洲。12月28日，第2师率军渡过辽河，张学良率军驻守锦州。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为是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凌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夫起福建余城，洞察真相，火速赐拨现款100万元，用发日前伙食饷需。已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保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升的重炮弹1万发，某升的野炮弹7万发，某升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升的野炮弹8万发，某升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炮击炮弹3万发，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1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有请日内造发。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一面仍请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位看完这份电报，感觉如何？你们觉得张学良的要求可能实现吗？完全不可能，南京政府根本不可能供应如此的现款和军需资源。张学良是在为难汪精卫等人领导的新政府。12月28日，张学良再次致电南京，称积聚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南京回电：日军攻锦县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反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起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越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显然，此时的南京政府，正如张学良事后回忆说的，就只是让张学良自己想办法积极抵抗。他们出不了钱，也出不了力。你是张学良的话，你会死守锦州吗？193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锦州，张学良、荣臻率军退回关内，人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从此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另一方面，拿下黑龙江省会的日本部队开始将目光发往哈尔滨，大军从西边的齐齐哈尔、南边的长春往哈尔滨集结。原负责吉林省民政的满清皇族爱新觉罗西洽投降日本，让日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吉林。西洽希望依靠日本之力，重新建立属于满洲人的满洲国。1932年1月，日军在搞定齐齐哈尔、锦州后，令西洽率吉林军前往攻打哈尔滨。1月底，西洽的吉林军与日本关东军乘列车抵达哈尔滨近郊。就在此时，日本不仅在满洲地区扩大军事冲突，还在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引爆了一起更引国际瞩目的事件，也就是往后所称的128事变。1月28日，日本驱逐舰和巡洋舰进入上海闸北近海，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将中国军队移出闸北。日军不等上海方面的答复，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铁路，在今天虹口区的天通岸车站遭遇戍守上海的国军第19路军，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是128事变的头一战。究竟为什么日本要在接近全部并吞满洲之际，又在上海开了另外一个战场？除此之外，欧美列强对这起事件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尤其苏联，关东军在拿下齐齐哈尔后，若再拿下哈尔滨，就相当于整个北满洲都落入日本之手。在北满有巨大利益的苏联，究竟为何纹风不动呢？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上海128事变，敬请期待。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那你独立，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那日本愿意独立，所以那个林权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权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所以林权柱回，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听到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总后悔我那句话我食言了。他那也定林权柱，那这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在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说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爱这个。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1932年1月28日，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与国民政府第19路军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开启128事变的序幕。但为什么还未完全拿下东北，尤其黑龙江省的日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在上海另辟新的战场呢？上海128事变到底是怎么发生、怎么结束？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1932年128事变的始末。但搞清楚这场战役的来龙去脉之前，必须先了解918事变爆发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侵略行动的态度。首先，我们得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北满的黑龙江一带有庞大利益的苏联，最终选择不介入中日在东北的冲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稍微了解一下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俄之间复杂的角力关系。1895惨败以后，大清开始将日本视为主要威胁，在国力不行的情况下，希望透过引入俄罗斯势力来制衡日本的势力扩张。1896年，李鸿章被派往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签署中俄密约，确立了中俄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根据条约，如果日本以武力进犯中国，俄罗斯必须以武力支援大清。根据这份条约，俄罗斯可以以民营公司形式参与修建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铁路，而这段铁路被称为大清东省铁路，在民国以后改名为中国东省铁路，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东路。这段铁路的意义在于，它连接了俄罗斯跨西伯利亚铁路，直通圣彼得堡。如果中日发生冲突，俄罗斯大军能一路沿着铁路派军到沈阳、旅顺。整个中东铁路的枢纽是哈尔滨，在此以前，哈尔滨只是个人口3万出头、10几个小村庄构成的农村。但由于铁路，哈尔滨成为黑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后来，因为日俄战争，俄罗斯战败，才将长春以南至旅顺一带的铁路让给日本，视为南满铁路。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东北地区会莫名其妙有个日本关东军驻守在旅顺、大连的原因。然而，即使日本获得南满洲铁路的经营权，但吉林北部到黑龙江一带的北满洲仍牢牢掌握在俄罗斯手上。1917年，俄罗斯帝国崩溃后，苏联仍然非常重视北满的利益。事实上，20和30年代的北满基本上成了共产主义势力向东亚扩张的前哨站。在这个情况下面，为什么在北满拥有庞大利益的苏联，却在1931年918事变时一直无动于衷呢？一种解释是说，当时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太弱。真的吗？完全不是。在1929年爆发了东北军与苏联冲突的中东路事件以后，俄罗斯便整编特别远东集团军，下辖5个师、2个骑兵旅，共4万多人。在西伯利亚东部，苏联可说是兵马强壮。我们看一下日本关东军的这份报告，这是关东军情报人员在中东路事件中做出的观察报告。其中，关东军的报告给予苏俄军队的动员能力、武器装备极高的评价。在论及军纪时，关东军甚至说苏联军队与列强军队无异。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日本侵占东北的企图太明显了。张学良甚至南京国民政府怎么能一点反抗都不做，拱手将东北土地让给关东军？没错，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上帝视角在看1931年以来到37年一系列的事件，我们当然会觉得这企图明显到不行，所以会感觉历史人物都很白痴。但实际上，不只是国民政府觉得日本侵略东北势必引起苏联的干预，连日本的内阁政府、西方列强也都是如此判断。我们再来看一下顾维钧的回忆录。1928年前后，顾维钧到欧洲旅行，在一次宴会上与法国外交部重要的官员有一次关于苏俄与满洲问题的谈话。他是这样回忆的：他完全知道满洲当局和莫斯科之间的争端，也知道少帅对苏俄的态度。然而他暗示中国应当小心谨慎，少帅更应该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考虑到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满洲的军事准备情况，如果采取任何行动挑起与苏俄的战争，那么是个错误。由于西欧和美国对苏俄仍旧抱有成见，苏俄必然采取克制政策。在西方，苏俄一定不会挑起任何冲突，但是苏俄对远东，特别是满洲的态度就不同了。据他从官方和非官方所得到的报告，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出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是绰有余裕的。换句话说，其实不只是针对中国的东北军，如果日本也试图侵占北满的话，西方判断苏维埃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的。
然而，若苏俄在北满的军事实力真的如此强大，那么为什么在9·18事变爆发以后却按兵不动？甚至1932年满洲国独立以后，斯大林主动让出了北满铁路给日本，到底为什么呢？有2点至关重要的因素，最终促使斯大林选择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实在1927年以后，苏联在华的情报网几乎崩溃了。为什么是1927年呢？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一起中国近代史上可能是最里程碑的事件之一，那就是4·12政变。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实行清党，将共产党踢出了。这个改变的矛头指向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更是指向共产国际。国民党清党的结果是颠覆了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辛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更有甚者，1928年底，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表面上是中国达成名义上的统一，但实质上更重要的是，东北军也加入横扫共产党组织的行列。在东北，张学良也开始清扫共产党势力，连带的是整个情报网在奉军能实际控制的范围内也遭受巨大破坏。虽然北满仍然是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以内，张学良很难介入黑龙江，然而这时北满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却爆发了针对托洛斯基主义取消派的内部斗争。刘少奇将原本满洲省委的托派领导人物整个踢掉，直接影响了当地情报网的运作，无力配合苏联的情报活动。种种的阴错阳差，导致9·18事变爆发时的苏联犹如盲人。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斯大林对于欧美列强极深的猜忌心。我们来看一下当时2位斯大林最重要的亲信在事发后发给斯大林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时间是9月22日从莫斯科发给正在度假的斯大林，开头便说日本行动情况还不清楚，表示9月18号以来过了4天了，莫斯科方面还是不了解日本真正的目的，而他们仅能从报纸上取得讯息，没有第一手的情报员资料。事实上，满洲事变爆发后的2天，苏共中央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这是当时的会议记录。这里说到，这曾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里维诺夫和加拉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事先阅读了以下报刊上与此问题有关的评论，明确表示当时苏维埃中央仅能依靠报纸来做判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看一下斯大林是怎么做决策的。他在事发的5天以后说，很可能日本的武装干涉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和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什么意思？斯大林判断9·18事变是日本与所有或某些大国，显然就是欧美列强私下共同策划的。在这个认知条件的基础上，他决定我们当然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它只能使帝国主义者们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意思是斯大林猜忌资本主义国家想透过一次事件找借口联合攻击苏联，一次性的消灭苏维埃，所以他认为9·18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的行动，是一次帝国主义的联合阴谋，苏联绝对不能介入，否则只会让他们有理由入侵苏联。各位可能会觉得斯大林是在错的离谱，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说，确实很错。但当时在华接近半亡的苏联，无视关东军的阴谋，也不会预测到后来会有满洲国独立，乃至日本全面侵华，甚至纳粹德国对苏联宣战。对于1931年那个当下的斯大林和整个苏维埃政府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是西方乃至世界范围越发强大的反攻力量。刚建国10多年的苏联有非常强的存在危机感，虽然这个存在危机在当时没有发生，但恐惧心已经笼罩整个苏维埃领导层。这一危机意识是使得苏联最终没有武装介入满洲的第2项关键因素。我们要意识到，虽然甲午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距今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但离1931年时只有30多年的时间而已。在当时的斯大林、南京国民政府乃至欧美列强看来，用外交手段逼迫日本返回领土是绝对可能的。但我们现在也知道，日本根本没有与欧美共同策划这起事件，日本文官内阁根本不赞成这项侵略行动。9·18是关东军和军部少壮派所推动的事件。对于军部来说，他们最担心的不是外交问题，而是苏联可能武装介入。但他们看到苏联完全无意介入以后，可以说更放宽心的去攻占东三省。对于国民政府而言，他们盼望能调停介入的苏联与欧美，苏联已经退出，而当时的欧美也困于经济萧条的泥淖之中，所以他们只能透过国际联盟的平台敦促欧美列强介入满洲事变。就当时的世界局势而言，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选项。对日本采取绥靖立场，将南京全部的军事和财政力量用于发展自身，以及铲除在核心地带建立国中国的共产党势力。事实上
1931年，国际联盟这一步棋也确实奏效。当时国联派出了英国的里顿伯爵到东北调查整起军事冲突的始末。然而就在此时，1932年1月28日，日本却发起了两方面的军事行动，一边是持续派遣陆军向中国东省铁路的枢纽哈尔滨发起剧烈攻势，另一边派海军陆战队到上海与国民政府19路军发生武装冲突，震惊中外的128事变爆发。自918事变以来，中国各地刮起剧烈的反日运动，而上海尤为高涨。当时在上海爆发了一起日本僧侣事件，事件发生的经过很曲折，牵涉到川岛芳子，也就是爱新觉罗皇族鲜于和日本驻上海使馆武官田中隆吉之间的事情。不少人对这段历史的真实性有所质疑。但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田中隆吉在战后接受日本 NHK 的访问，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啊？田中：是的。问：一语道破。那么当时有5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田中：是的，是我。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9月18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11月中旬大体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情，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来了2万日元。最后事件结束后，满洲国也成功独立。田中说，于是在3月1日建立了满洲国。以后关东军的板垣大佐写来了非常恳挚的感谢信，问是说干得好吗？田中说，幸亏这样你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我被称赞了一番。换句话说，128事变也是一场关东军自导自演的大戏，要骗的不只是国际社会，还包含日本政府。上海日本租界的危机，迫使日本本土最终在1月24日派遣舰队与海军陆战队抵达上海外海。虽然于1月28日时，上海市政府已经同意日本开出的所有要求，但日军仍然以中国军队必须退出闸北为由，直接令陆战队进入上海市区。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绘制的上海地图，这里是黄浦江，这里是闸北。而被标为佛租界的黄色区域，就是所谓的法国租界；红色则是公共租界，英美日等等国家的租界。但其实公共租界的划分非常复杂，这里不多谈。但我们能注意到，上海铁路在这里，沿着铁路的路称为四川路，原本在今天的虹口区。如果你想要在1930年代进攻上海，四川路最为方便，因为此路往北通往天通湾车站，往南直接到上海的市区。日本陆战队沿着此路往北占领天通湾的过程中，遭遇国民政府19路军，双方爆发武装冲突。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通电全国，暴日侵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足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处，是世界上最卑劣凶暴的举动，无所不至。日本的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陆上海，竟在28日晚上12点，在上海闸北公然侵犯我防线，向我军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只知道正当防卫，捍卫外患，守卫国土，是我天职，此地寸草不能放弃。我军是为了救国报种而抵抗日军侵略，即使牺牲到只剩1人1弹，也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我的身，我的心，可以问于天日，而让全世界都看到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依托于此。为什么东北军选择了对日妥协，但19路军却在上海选择抗日呢？事实上，19路军的指挥官蒋光鼐是粤系出身的将领，本身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由于粤系在北伐乃至中原大战期间，很大程度上是支持蒋介石的，所以之后也被派去江西，加入了剿共战争的行列。而在1932年那个时间点上，蒋光鼐的部队之所以从江西调往上海驻防，就是因为蒋介石下台，粤系人马控制了中央，所以蒋才被派去驻守当时全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因此，粤系出身的19路军本身就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粤系中的很多人最后都跟中央系闹翻了，包含蒋光鼐。这些关系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不多谈。但有了这个背景知识，各位大概能理解为什么19路军成了128事变中的抗日先统部队。
隔日1月29日，日军战斗机轮番轰炸上海闸北与市区，这约莫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用飞机轰炸人口稠密的居民区。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在自传中回忆说：“其实敌军又来光顾，因天有误。”竟敢在1000公尺低空飞行，我方无制空权，又无高射炮及高射机及枪，任由敌机肆虐，见其太可恶。即令且兵连以步枪排分若干组，在有效范围内向敌机射击。出我意料之外，竟被我步枪击落敌机一架。当时兵民鼓掌如雷，军心更为大振。12时，军部赵参谋处长带同一部人员已到，即令其重新部署。下午，敌悄无变化，我军已攻至虹口花园附近。入黑，前方战况又转剧烈，至深夜12时，枪声稍息，街区师长来电话，敌黄昏后向我闸北冲锋数次，敌战车、坦克车被我手榴弹炸毁3辆，已被俘获。这时，上海的抗训高涨，19路军在市区内积极抵抗日军。天通湾车站与上海北站几经易手后，在29日时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上。大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只能退回北四川路以东的租界区。然而，此时19路军的伤亡也是十分惨重。2月1日，在英美调解之下，双方决定停火3日，展开谈判。然而，双方都没有停战的打算。日本方面从本土调来大批舰队与陆战队。2月3日，在上海的日本陆战队已达3000人，义勇队6000人，军舰37艘。紧接着，日本单方面撕毁停战协定，扩大事态。日军攻击吴淞口炮台，出乎日军意料之外，拥有绝对优势的日本打了4天4夜，打不下吴淞口炮台，只好撤军。当时日军已经清楚意识到打巷战他们是没办法彻底打退中国军队，因而放弃城市战，该以野战为主。首要之务便是让大日本帝国陆军登岸，从北边一路杀下来。重中之重，必须先拿下吴淞口。2月7日，日本陆海空全力进攻吴淞口炮台，优势到不能再优势的日军总算强攻下来。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大军计划从北边沿着铁路杀进上海，沿途在运枣滨遭遇19路军，双方展开激烈冲突，激战3天，日军遭受顽强抵抗，日军进攻部队只能撤退。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官至中华民国陆军上将，时任第5军521兵团团长的刘安琪的回忆：上海是湖沼之地，河流很多，不大容易做工事，有时只好把人家的坟墓挖开当做工事，在掩蔽部里水都没及腰身，所以128之后，我的腿风湿很重，在那不晓得几进几出，都是白刃战，打得血肉模糊，兵员补充了好多次，伤亡很大。我们本身的装备很弱，敌人说要3天2天要占领南京，真是有可能。我们真是以血肉筑成铁的长城啊！在运枣滨这一线上，几进几出，不到1500公尺的纵深啊！世上不晓得多惨烈，树上到处挂着死人肉。上海的村庄后面都是竹林，竹林都被打得像麻线一样。此时，下野的蒋介石已回到南京，将其嫡系部队87和88师组建成第5军，由往后争议很大的张自忠任军长，前去支援19路军。第5军和19路军组成的上海部队仍由蒋光鼐担任总指挥。2月14日，张自忠抵达上海，新的上海防线以大厂、江湾为分界线，分为左右2路，以蔡廷锴的部队为右翼军，负责江湾到南市之间的防御，主力放在真如、大厂一带，保卫上海市区的西北侧。左路由张自忠部负责保护江湾以北的区域，重军压在妙行镇与江湾，不让日军轻易透过铁路南下直达市区，也保卫第2防线的侧翼。此时，日军的增援部队再次抵达。20日清晨，发起大规模攻势，进攻者是日军主力的第9师团与第24混合旅团，在江湾与妙行镇一带遭遇张自忠部，双方爆发冲突数日。左翼军的3个师坚守防御，即使中国军队伤亡相当之大，但也歼灭日军3000员。日军没办法，又只好在24日时撤退。接下来数日，双方仍有数起小规模冲突。虽然国军取得防守上的胜利，但张自忠部实在损失过大，最终只能放弃江湾，但仍固守妙行镇。虽然此时的日军已经夺得江湾镇，但西边仍驻满中国军队，必须要击退侧翼的威胁，才能拿下上海。2月28日，日本再次征兵，派了2个师团与空军部队到上海。3月1日，新增援的第11师计划从柳河一带登陆，从侧翼包夹中国防线，直取19路军总部。驻守在妙行镇的张自忠派遣刘安琪的521团前去防御柳河。
留率军团力守浏河镇，但最终无力阻挡日军的集结行动。这时，新增援的日军已经能直接从侧翼威胁中国防线了。中国只有2个军的兵力，但日军已是4个半师团的规模，人数高达5万人。虽然南京方面仍然派部队前往上海支援，但因为种种原因，各地援军迟迟不能按时抵达。例如，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的第9师也被命令去上海支援，但在转移的过程遭受共产党红军从后面袭击，差一点1个旅团被灭掉。蒋鼎文迫于无奈，只能命令先锋部队即刻折返，才能解除背部的危机。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侧翼已破的上海守军很可能被灭。指挥官蒋光鼐果断下令撤退，日军立刻占领了吴淞、闸北等地。3月3日，在外国使团的斡旋之下，日军宣布停火，128事变结束，大日本帝国皇军进入上海。3月20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庆祝昭和天皇生日，同时宣布大日本帝国取得淞沪战争的胜利。此举引起粤军系统大佬、时任代理行政院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的陈树民的强烈不满。陈树民找了个杀手，也就是能讲日语的朝鲜抗日人士尹凤吉，前去刺杀日本军人和高官。这是当时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真实影像。在日本高级军官和官员齐唱国歌时，尹凤吉丢出一颗炸弹，承认陆军大臣的白川义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1条腿，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被炸下1只眼睛。有趣的是，在发生惨烈的事件后，日本政府仍然要求照常签署停战协定。被炸断1条腿的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签署完以后才被送进手术台。至此，128事变正式结束，双方签下淞沪停战协定，国民政府被迫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出现在上海。这个协定引起中国军队与社会强烈的不满，领导抗日的19路军指挥官蒋光鼐尤其不满，是他往后反蒋的导火线。而代表国府签字的外交部次长郭泰祺被激烈的上海团体与学生攻击，被重伤头部，所以郭泰祺是和重光葵一同在医院签约的。事实上，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已经很清楚看到，他们已经无力再扩大事态，但关东军少壮派真正的目的已经达成，国际的目光都从东北转移到上海。在128上海事变的同时，关东军也将大军开往黑龙江。下一期我们将来到918事变的最终章——哈尔滨保卫战以及满洲国的独立，敬请期待。那么上海开始威胁日本挑衅的，1932年1月28晚上，日本呢直接进攻了。这个78师方的欧秀年了，打电话给查军将查金卡，怎么办？他说：“人家打我们呢，我们只有抵抗啊，军人是抵抗。军人呢，他的职务就是保卫祖国，保卫领土，不就存在应付行刑。” 193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第19路军与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的同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下令进攻黑龙江省大城哈尔滨。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哈尔滨保卫战的始末，尤其会特别讲讲为什么曾在齐齐哈尔积极抗日的马占山以及哈尔滨保卫战的指挥官丁超，最终发生了180度的巨变，选择投降日本。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满洲国的独立与日本退出国联。我将试着回答为什么日本在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11月19日击败马占山军队，拿下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以后，便迫不及待希望快速拿下哈尔滨。然而，进攻哈尔滨牵涉到苏俄的态度，毕竟哈尔滨是俄罗斯中东铁路的核心节点，苏联在此地拥有巨大的利益，也因而关东军一直迟迟未敢行动。但是，如前面几集所说的，1931年苏联的在华情报网已经崩溃。苏联在中国犹如盲人，再加上斯大林是个非常强烈的机会主义者，如果有机会可以不动用武力而获取利益，他会毫不迟疑的行动。但如果涉及武力，斯大林不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新诞生的苏维埃太友善，甚至强烈感觉整起满洲事变是西方列强联合日本制造的陷阱，所以斯大林坚决不同意介入中日在满洲的冲突。1931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开告知日本外交部，苏联不会干涉中日的军事冲突。有了这个正式宣言以后，
关东军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积极计划夺取哈尔滨。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发生了日本海军陆战队与国民政府第19路军爆发的冲突。同一时间，大日本帝国关东军下令派遣日本第2师团从长春乘铁路向哈尔滨推进。关东军希望陆空的联合作战一举歼灭哈尔滨的中国守军。当时力守哈尔滨的是吉林省系统的丁超和李杜。隔日1月29日清晨，日军在开往哈尔滨的同时，路经老少沟车站时，遭遇大批中国军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将铁路破坏掉，并从四方进攻日军。然而，日军强大的炮火打退了中国军队，强大的工兵部队很有效率地重新搭建起铁路。日军推进到石头城子30日，日军继续推进到双城，这时已经距离哈尔滨相当之近，准备布阵，消灭中国在黑龙江最后一批抵抗力量。然而，当日军大部队在下列车的时间点，埋伏已久的中国守军突然从三面发起进攻，展开激烈冲突，双方激战到半夜，中国守军损伤巨大，只能撤退。但日军第3师团的先锋部队也遭受巨大损伤，只能停止推进，等待援军抵达。2月4日，日本援军集结完毕，开始继续向哈尔滨推进。到了临近哈尔滨的故乡屯一带，再次遭遇中国守军。中国军队在此建立起大量的防御工事，搭配农村的复杂地形进行作战。日军推进在故乡屯受阻。事实上，故乡屯的防线已经是中国最后的防线了，只要一破，敌军便能长驱直入哈尔滨。这时的哈尔滨守军已经没有援军，张学良的奉军主力在南边按兵不动，南京国民政府也已在混乱之中。蒋介石下台后，汪精卫、孙科的政府没有能力处理当前的军事情况。1月22日时，蒋才又重新回到南京，但当时的重点是先解决上海问题，所以中央军也无力支援东北，哈尔滨守军可说是孤立无援。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哈尔滨的中国守军选择赌一把，转守为攻，奇袭日本部队。2月5日，中国军队进攻日本阵地，投入大量炮兵与步兵。日军先头部队非常意外，阵线一度崩溃。日军立即令炮兵与坦克、战斗机加入战场，疯狂轰炸中国的进攻部队。在毫无空中武力的情况下，哈尔滨守军损失极其惨重。下午，哈尔滨的守军退出哈尔滨，至此哈尔滨战役结束。中国在东北硕果仅存的大城市也落入关东军之手。在之后的3、4月，日军逐步清扫剩下的黑龙江、吉林的残余守军。如同我在918事变第所说的，所谓的奉军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在齐齐哈尔力抗日军的马珊珊，在接连失去黑龙江省2座最重要城市以后，也开始动了心。当时马珊珊身边有2派人马，一是老奉军系统的人，如谢科等人力主抗日。基本上在918事变以后，马珊珊是被这批人架着抗日的。二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大商人集团，如赵仲仁。在齐齐哈尔、哈尔滨陆续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以后，马珊珊开始与赵仲仁等人接触，开始秘密与关东军高层来往。我们来看一下谢科的回忆。实际上，马占山想委曲求全于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之下，纯是一种妄想。马自退守海伦以后，始终有未解决的矛盾。他一面说对日绝不屈服，一面又与汉奸保持联系，最终终于重返龙江，致全国人民赐予的民族英雄的荣誉与不顾，使黑省昔日共同抗敌结成的团体陷于分化与瓦解，实为可惜。马占山2月16日到省，据说是接受张师义所谓的联省自治的主张，到后受到日寇的威胁，变为接受建国会议。当时日寇将预定的建设伪国计划分交汉奸与众汉赵仲仁等人，当面迫令4人接手，并限7日以内将新国家成立，并指定荣梦梅、宋文龄为建国宣言起草者。所谓联省自治，自是进程抛矣。所谓的龙江指的是齐齐哈尔，换句话说，马占山从齐齐哈尔战败以后，已经开始思考与日本妥协。毕竟南边的国民政府是完全没有能力和意愿帮忙。马氏的目标是让黑龙江乃至辽宁和吉林2省成为自治区，他自己成为黑龙江省的3大王。日本人口头上同意了马占山联省自治的提议，所以马才会同意与日本和谈。但没有筹码可玩的马占山没有看清自己身处的情势，实际上他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只能任由日本人摆布。
当时的情况是，虽然马占山与丁超的部队皆带给日军巨大的麻烦，但内心深处还是军阀思维。军阀的终极目标就是有一块地上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财政资源，能够维持独立。因此，虽然其抵抗日本的行动相当英勇，但同时双方也都琢磨着如何保存军队的实力。所以，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旦防线被破，无论是上海的蒋光鼐，亦或是在东北的马占山、丁超，都果断撤退。马占山在哈尔滨沦陷以后，向黑龙江北边中苏边境退守。眼见南京和张学良方面没有意识派部队支援，他也开始和日军接触。身边的亲日派势力皆力劝马占山加入即将成立的满洲国，甚至答应马占山黑龙江省省长一职。这是为什么在满洲国的建国仪式上，马占山亲自出席的原因。然而，马占山很快意识到新的满洲国中，他空有头衔，毫无实权，完全遭关东军架空，所以果断在1932年底逃往苏联，隔年从欧洲辗转回中国。虽然马占山一直与南京政府保持联系，但很显然蒋介石一党也没打算给他实权，所以之后马占山也逐渐开始与中共接触。至于丁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在与日本进行游击战。1932年9月，吉林和黑龙江仅存的东北军势力策动一起总攻哈尔滨的军事行动，结果是大败，剩余部队只能退守到黑龙江省东部地区。丁超驻扎宝清一带。我们来看一下丁超的参谋长童恒的回忆：李杜撤到木仁地区后，依兰的电台也随之移至密山，与北平方面继续保持联系。李杜还派军事代表王子耀奔走于北平、南京等地，请示当局决策和应援事宜。依兰陷落后，日军已侵吞东北大部，只剩木仁一角。这时，王子耀突然转来国民政府一电，为中央政府任命李杜为驻吉边防司令，丁超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对于抗战指示没有，对于今后的办法也没有，所以这一任命非但未能鼓舞士气，相反引起将士们的伤心与沮丧。吉林自卫军内部的情形也是矛盾重重，没有统一的意志，丁超和李杜二人的意见分歧很深。所联合的抗日力量，如王德龄的救国军，是和救国会结成紧密联系；又如地方保卫团编成的游击司令刘万奎，是地方土豪集团，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终于演变到同事超革，杀害了东路总指挥马泽州。李杜挽救不及，迫于前方敌情紧迫，未免分裂，为孔宪荣为前敌总指挥，郭英奎为副指挥，参议徐亚明接任第2旅旅长，对刘不救，徐义恭赎罪，将军队开出梨树镇，由孔宪荣统辖，一场内讧才平息下来。关于吉林军内部的人事斗争非常复杂，我们这里不多谈。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欢迎留言，我可以在 Threads 或 Twitter 上以文字的形式分享。但我们读完这段回忆，能清楚意识到，就是南京中央政府与北平的张学良当时已经没有要管东北抗日势力了，而吉林军内部的派系斗争也非常剧烈。丁超以及回忆中提到的另外一位东北抗日重要人物李杜，甚至马占山，都是不同派系推举出来的。但是当局势很危急时，另外一批与日本的妥协派也开始出力。如果你单纯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人的矛盾行为，完全不可理解。只有了解到这些所谓的抗日名将背后的派系斗争和他们为自己的考量，才能准确理解他们看似矛盾的前后。为什么一下抗日，一下又投日？因为民族虽然也是一个重要参考点，但个人利益与派系利益的优先顺序更为前面。1931年11月8日，就在918事变爆发后的1个多月，关东军参谋部的少壮派军官土匪袁显二秘密来到天津竹简，会见了大清末代皇帝溥仪，邀请溥仪回到满洲担任新国家的领导人。以下是根据溥仪回忆录中的2人当时的对话。溥仪说：“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起来的金良，他带来了以袁金凯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了。
就这样，日本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怀着复辟梦、皇帝梦的溥仪请回了东北。当晚，溥仪即在日本军人的协助之下，秘密地离开天津，来到沈阳。1932年2月，愿意与日本合作的原奉系要员如张景惠、张世仪、袁金凯等，以及效忠满清皇室的遗老们如郑孝胥等，再加上前一年还在齐齐哈尔抗日的马占山等三方势力汇集沈阳，决议推举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担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所有满洲国的军事决定都需要得到板垣的首肯。1932年3月1日，在沈阳发表建国宣言，宣布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建国，定都长春，改名新津。关东州，也就是大连和旅顺，仍然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其余像是今天的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成为满洲国的领土。同年9月，大日本帝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的国际地位。10月，国联派出的理顿调查团公布报告，否认了日本出兵满洲是一正当行动，也否认了满洲国独立的合法性。我们来看一下理顿公爵的报告。Manchuria, you will see on this map, it's a part of China situated north of the Great Wall. It is about the size of France and Germany combined. Trouble began on the 18th of September last year when Japanese troops occupied the town of Mukden. The excuse given by them was that Chinese soldiers had blown up a section of 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and fired upon a Japanese patrol. We found that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this large part of China was not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of self-defense, and that the new state which had been set up was a Japanese protectorate rather than a genuine case of Manchurian self-determination. The issue is very critical,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hangs in the balance. 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虽然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从其日记中已多少能看出当时的他对时局已经一筹莫展。以下是蒋介石在1932年2月11日写下的日记，整日思考的结果是，对日本已经没有好办法，要一战但没有战的条件，要谈和也为国人所反对，若是不战亦不和，则国家人民被害日重一日。这时候没有人敢言和，就要一昧的打仗，实在是无知识无程度的人民，是非不分，也搞不懂厉害。所以我说，治理有智力之民的国家很容易，治理愚蠢人民的国家也很容易，但治理有一半智力一半蠢一知半解的国家真是难，只能准备等死。紧张的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只会重复喊攘外必先安内。相反的，南京从这时候起便发展出新的战略计划，也就是所谓的持久战。1933年4月，蒋介石正在酝酿新一轮的剿共作战。4月12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发表演讲，提出关于持久战的初步想法，称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的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很显然的，这个持久战概念绝非蒋介石独自想出来的，而是一个集体思考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国民党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著作中看到，他很早就有这样的构想，强调以空间换取时间。而918事变以后，持久战成为了国民政府对日的战略主轴，而攘外必先安内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蒋介石不能容忍在对日防线的后方还有中共的军事势力在背后捣乱，不管对不对，这是国民政府的基本战略逻辑。与此同时，在理顿报告出炉以后，国际联盟于1933年2月召开大会，研议日本是否应该归还满洲地区。在投票以前，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以下演讲。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trouble in the Far East is the lawless condition in China, the impossible reign of self-will in that country without recognizing on her part. China has long been derelict in her international duties as a sovereign state, and Japan as her nearest neighbor
has been the greatest sufferer on that score. The adoption of this report would give the impression to the Chinese that they had been exonerated from all responsibility, that they could continue to defy Japan with impunity. The two peoples ought to be friends and shoul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for their common welfare. By the adoption of the report before you, however, the Assembly would not be helping either Japanese or Chinese. It would serve further to embitter the feelings of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s. I ask you not to adopt this report for the sake of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for the sak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但最终，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理顿调查报告，要求日本退还东三省给中国。松冈洋右再次走上大会主席台，正式宣布日本不会接受国联决议，将要退出联盟。It is a matter of common knowledge that Japan's policy is fundamentally inspired by a genuine desire to guarantee peace in the Far East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ace throughout the world.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问，之前不是说日本文官内阁不支持关东军侵略满洲吗？怎么现在突然又同意了，而且还不惜与国际社会闹翻？我们要知道，9·18事变以后，日本国内的政坛也是瞬息万变。1932年5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全养义在官邸被海军少壮派军官枪杀，日本改由海军大将斋藤实重新组阁，军人势力彻底在日本政界取得统治地位。过去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文官，也被军事干涉主义路线所取代。影片中的松冈洋右虽然也是外交系统出身的文官，但他在9·18事变爆发前是位于关东州的南满洲铁道会社的副总裁，他基本上就是跟着关东军混在一起的日本文官精英。松冈洋右在国联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象征着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主导的满洲事变正式得到日本政府的承认。至此，日本帝国头也不回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是1932年3月1日宣布的满洲国建国宣言，其中称新成立的满洲国是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东省特别区、蒙古更蒙旗官绅市民共同研讨出来的，并称满蒙旧时本另为一国，今以时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谋树立，应即以3000万民众之意向，即日宣告与中华民国脱离关系，创立满洲国。换句话说，满洲国的目标还不只是东北3省而已，还包含热河省、蒙古以及东省特别区，也就是沿着俄罗斯中东铁路的特别行政区，都是新独立的满洲国的固有领土。1933年1月13日，斋藤实内阁通过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的热河作战计划，准备向中国的热河省发动进攻。此时，原本只有3个师团规模的关东军已经扩张到5个师团、2个旅团的规模，并且还搭配了特种作战部队与航空兵，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在外驻军。2月21日，关东军司令部调动2个师团以及满洲国军队向热河省进攻，开启了长城抗战的序幕。近来由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的新书《二战：帝国黄昏与改写人类命运的战争》中，二战史专家 Richard Overy 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回顾了第2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不同于传统欧洲中心的叙事，将二战的起点定在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Overy 将二战的起点定在1931年9月18日满洲事变。在中文世界的人可能对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叙事中，反法西斯战争就是从9·18事变开始的。但这本书最有趣的洞见是将2次大战视为最后的殖民型帝国的战争。
而发动战争的3个国家，德国、日本与意大利，都是在掠夺殖民地竞赛中的落后者。在没有足够多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德、日、意都非常焦虑于所谓的生存空间不足的问题。这种 overy 称为 territorial empires 领土型帝国的意识，最终以对外扩张为其逻辑的终点。各位对9·18事变乃至2战的世界史意义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描述栏内的实体书和电子书的购买资讯。我们下期见。Things we're missing out when we think about Germany's war on Poland is the imperial paradigm that Hitler adopted in the 1930s. We're so used to thinking that the war against Poland is about reversing Versailles, ending German humiliation and so on, Danzig to corridor and so on. But what we've missed, I think, is that the 1930s ushered in a new age of imperialism, and Hitler wanted to be part of that new age. So we go back to 1931 and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Manchuria. We go back to Mussolini and his invasion of Ethiopia. Both of these were about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the 1930s. And nobody stopped them. The League of Nations did not stop the Japanese. The League of Nations did not stop the Italians, and nor did the great powers involved. For Hitler, by the late 1930s, it seemed clear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building a German empire again in Eastern Europe was a real possibility. Now, it's worth emphasizing, of course, that Hitler was not remotely interested in re-establishing German colonies overseas. This was part of the Versailles settlement that he could easily live with. He wanted empire, continental empire, in Eastern Europe.